在慕尼黑，中美遭遇战帮中国下定了决心。各位大家好，近期引发关注的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最终不欢而散了。尽管中美在这场高级别安全论坛中爆发了一场遭遇战，双方尽可能在国际外交场合上取得有效的战绩。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这场遭遇战帮助中国下定了决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慕尼黑会议后中美变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结束的当天也就是2月20号，我国新华社、环球网等多家官方媒体发布了一份名为《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的报告。报告中直接抨击了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霸权，和对其他国际社会带来的大量人道惨剧。这份报告被不少人戏称为讨贼檄文。坦率地说不论是这份报告发布的时间还是具体内容，都可以看出来在中美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外交博弈中，一定是有某些事情发生了，帮中国下定了决心。中美之间的终极较量可能正式开始了。在这一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美国喧宾夺主。原本是国际性的安全政策论坛，却硬生生变成了美国的一言堂。此前参加论坛的我国人员在接受自己人采访时就吐槽，西方政坛现在连伪装的面具都不懈怠了，表面上的中立也都不用了。会议里只要是支持乌克兰的，那就是掌声一片；只要是符合美国标准的意见，那就得到支持。以当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今天俄罗斯在西方社会的遭遇，极有可能就是未来中国在西方社会的境遇。尽管这一次我国代表团也是受到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比如法国就给出了超规格的接待，德国呢也愿意在舆论上声援我国。可一到会议台面上，法国和德国依旧是坐在下面鼓掌。很显然，他们清楚如果不鼓掌意味着什么。虽然我们也清楚德法等国其实是想在中美之间谋取利益，但无法否认的是我们中国也需要这种外交博弈来切割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欧洲的政党政治虽然决定了他们的政策没有稳定性，但这个不稳定性也意味着我们中国有机会让他们做出改变。往深层次了说这个世界终归还是西方的那一套丛林法则，谁的拳头大，谁就有道理。另外我个人怀疑，这一次中美之间的非正式接触，促使了这一次讨美檄文的出现。虽然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都没有细谈这一次碰面，只是知道我们的王委员又喷了布林肯一顿。很显然，美国这一次表现出的态度让中国感到了警觉。中美之间尽管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非常复杂，但摆明了美国人已经不顾一切，还是要将我们当作他的死敌。须知中国在外交上倾尽了所有努力，那既然美国人不愿意，那就不愿意吧。70年前在朝鲜半岛上，我们能够将美国人打到谈判桌上，现在依旧能。如果已经注定无法避免，那就只能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了。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